继续学习画片2的钩织方法。画片2也是环形起针，沿着起针的线圈逆时针环状向外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，参考画片1的演示进行环形起针。完成后，开始钩第一圈，先立2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，起立针和这个长针可以看作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接着钩3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也就是先钩2个长针未完成针。然后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即可。可以发现，长针2针的枣形针和长针减针钩法相同，只是入针位置不同。这一圈接下来就是交替钩3个锁针和一个长针2针枣形针，加上开头这个枣形针，一共要钩6个。最后不要忘记钩3个锁针。完成后，收一下起针的线圈。然后在开头这个针目上引拔连接，不断线。第一圈完成。同样，纹理清晰的这一面作为织物正面。继续钩第2圈，先在左侧锁针洞钩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在每个锁针洞中同时钩2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2个长针。注意，相邻2个锁针洞钩织长针时，之间不需要钩锁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正常断线即可。这样第2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3圈，我已经钩好了。这一圈可以在第2圈的起立针上接线开始钩织。短针都是在连续4个长针的第3个长针上挑针目钩织。长针都是钩在这样的锁针大洞中。大家参考图纸，将这一圈钩完即可。完成后不断线。我继续讲解第4圈。首先立一个锁针，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锁针洞中先钩4个长针，
接着钩5个锁针，然后在倒数第4个锁针上挑里山，也就是这个锁针反面正中的一根度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继续在这个锁针洞中钩4个长针，完成后一个锁针，我们将钩好的部分看作一个组合，继续钩一个组合，也就是先在左侧短针上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锁针洞中钩4个长针，5个锁针，倒数第4个锁针上挑里山这样的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这个锁针洞再钩4个长针，一个锁针，又一个组合完成。按照同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钩完后，引拔断线即可。第4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5圈，这一圈在第2圈上钩织，因此钩织时要将第3圈和第4圈放到前面。首先找到第2圈的起立针，在这个起立针上方，也就是第3圈，第1个短针的入针位置接线。另一个锁针，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钩9个锁针，接着在第2圈左侧第2个锁针洞中，也就是这2针之间，钩一个短针，9个锁针，然后跳过一个锁针洞，在左侧第3个长针针目上，也就是这个短针的同一个入针位置，钩一个短针，9个锁针，继续在左侧第2个锁针洞中钩一个短针，
9个锁针，然后引拔连接不断线，第5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6圈，先立3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锁针洞中钩9个长针，接下来每次遇到短针，都要在短针上同时钩1个长针、2个锁针和1个长针。每次遇到大洞，都要钩9个长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注意，最后一个大洞钩完9个长针后，在第一个短针上钩1个长针，1个锁针，然后在起立针上方挑2根线，钩1个短针连接，第6圈完成。继续钩第7圈，先立2个锁针，跳过起立针，在左侧针目上钩1个长针，起立针加上长针可以看作一个长针减针。接着钩1个锁针，然后钩5个长针减针，每次第一个长针未完成针都是在上一个入针位置开始入针。第2个长针未完成针都要间隔1针。长针减针之间都要钩1个锁针。最后一个长针减针，第2个入针位置刚好在这个锁针大洞中。接着钩2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也就是先钩2个长长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，将线一次钩出即可。再钩2个锁针，我们将钩好的部分看作一个组合，继续钩剩下的3个组合。完成后引拔断线。这样第7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8圈，首先找到上一圈起始位置，在右侧这个枣形针针目上接线，立一个锁针，钩一个短针，
然后在左侧锁针洞中钩3个短针，接着在左侧5个锁针洞中分别钩2个短针，完成后，左侧锁针洞中钩3个短针，然后穿入第4圈，这个锁针洞，同时穿过左侧这个枣形针针目，钩1个短针，2个锁针，同一个位置再钩1个短针。这一圈接下来每次都要在拐角这样的锁针洞分别钩3个短针，中间每个锁针洞钩2个短针，这条边钩完后，这个拐角处没有对应的第4圈锁针洞，因此直接在这个枣形针针目上同时钩1个短针、2个锁针和1个短针。这条边正常钩织，这个拐角又有这样的锁针洞，需要带一下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下的一条边钩完。最后一个拐角同样不需要带锁针。这个洞眼钩完3个短针后，在接线处再钩1个短针、1个锁针，第1个短针上钩1个短针连接，这样第8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9圈，先立2个锁针，然后跳过这一圈的第1个短针和第2个短针，在第3个短针针目上钩1个长针，相当于是钩了1个长针减针，然后继续对照图纸将这一圈钩完，也就是每条边都是交替钩长针减针和1个锁针，拐角位置都是在锁针洞中，钩1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枣形针两边钩2个锁针，大家对照图纸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一个长针减针，第2个未完成针刚好在这样的洞眼中钩织。完成后，2个锁针，这里的同一个入针位置，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再钩2个锁针，
然后在第一个针目上引拔连接，正常断线。第9圈就讲完了，继续钩第10圈。先在上一圈第一个针目上接线，立3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锁针洞和针目上依次钩一个长针，一个中长针，一个中长针和一个短针。完成后，挑第4圈这个锁针洞，同时挑左侧这个锁针洞，钩一个短针。也就是将这个锁针辫子带一下，然后继续正常挑针目或锁针洞，钩织对应针法。一直钩完这个枣形针右侧相邻的锁针洞位置。完成后，在拐角这个枣形针针目上先钩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一个长针，然后钩7个锁针，接着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挑上方1根线，依次钩2个引拔针，2个短针和2个中长针。完成后，继续在这个枣形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一个长针。完成后，和这条边对称钩织。注意，这一侧就是钩到倒数第2个短针时，要带一下这个锁针辫子。结尾是在这个锁针洞钩2个长针。完成后，接下来每个拐角钩织方法都相同。
每条边都和上一条边对称钩织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结合图纸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，在起立针上引拔断线即可。线头同样藏好，然后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其余花片2钩完即可。到这里，花片2就讲完了。继续学习花片3的钩织方法。花片3大致是花片2的一半，也是环形起针，来回钩织。下面请看我演示。首先，参考前面的演示进行环形起针。然后开始钩第一行，第3个锁针，再钩3个锁针，接着钩2个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后面都要钩3个锁针。完成后，钩一个长针，第一行完成，不断线，收一下线圈。继续钩第2行，这一行在第一行的反面钩织，先立3个锁针，然后逆时针旋转织物，翻到第一行的反面。注意，从一行的反面看时，针目都是对应左上方的辫子。接着，在左侧锁针洞中，同时钩2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2个长针。也就是钩织规律和花片2第2圈相同。继续将左侧2个洞眼正常钩完。完成后，在这个洞眼中再钩一个长针，最后正常断线。第2行就讲完了。我们将第2行的正面纹理作为整个花片的正面，继续钩第3行，这一行在花片反面钩织，也就是在第2行的反面。首先，钩针穿入边缘长针针目，进行接线。然后立一个锁针，钩一个短针，接着左侧这3个锁针洞钩织方法和花片2第3圈规律相同，
完成后，在边缘起立针上挑2根线，钩一个短针。完成后不断线，继续钩第4行，先立一个锁针，翻到另一面，在边缘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锁针。中间的钩织规律和花片2第4圈相同。完成后，在边缘短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最后正常断线即可。第4行完成，继续钩第5行，先将第2行正面对着自己，找到右侧边缘，起立针，像这样挑这个入针位置，进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钩9个锁针，然后挑第2行中间的锁针辫子，钩一个短针，9个锁针，最后在边缘长针针目上，也就是在这个入针位置，钩一个短针。第5行完成，不断线，继续钩第6行，先直接钩5个锁针，然后翻面，在边缘短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中间钩织规律和花片2第6圈相同。最后，在边缘短针上同时钩一个长针，2个锁针和一个长针。第6行完成，不断线，继续钩第7行，先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在左侧锁针洞中钩一个长长针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中间同样正常钩织。最后一个长针减针钩完后，2个锁针，然后在这个锁针洞中钩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
最后正常断线。第7行完成。继续钩第8行，这一行在花片反面钩织。先在边缘这个枣形针针目上接线，立一个锁针，钩一个短针，然后正常钩织。注意，拐角这里要将这个锁针辫子带一下。结尾在边缘这个针目上钩一个短针，第8行完成。继续钩第9行，先立3个锁针，翻面，在边缘短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长针，然后钩2个锁针，接着在刚刚这个入针位置以及左侧第2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减针，一个锁针，继续正常钩完中间部分。最后一个长针减针在结尾2个短针上钩织。完成后2个锁针，再在边缘针目上钩一个长长针2针的枣形针，第9行完成，正常断线。继续钩第10行，这一行在正面钩织。首先在上一行边缘这个针目上接线，然后立4个锁针，再钩7个锁针，从倒数第2个锁针开始，挑上方1根线，依次钩2个引拔针，2个短针，和2个中长针。完成后，在接线处钩一个长长针，2个锁针，接线处再钩一个长针，
完成后，中间部分正常钩织。注意这条边的第2个短针，以及这条边的倒数第2个短针。钩织时要带一下对应位置的锁针辫子。完成后，在边缘针目上钩完对应的针法。完成后正常断线。所有线头分别藏好，并将其余花片3也钩完即可。这样花片3就讲完了。所有花片钩完后，接下来需要参考示意图，将它们缝合起来。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，再动手缝合。首先对照示意图，取出第1个花片1和一个对应配色的花片3，将花片1摆正，也就是任意一个这样的尖角朝上，然后将花片3和其边缘吻合摆放。注意都是正面对着自己，然后用一节这个花片1最后一圈的同色线穿上缝针，小样用线随机，注意每次曲线不要超过1米，太长不方便缝制，也不要太短，太短需要频繁接线。将花片3的这条边缝到花片1的对应位置。首先找到这个带辫子钩织的长针，从这个长针右侧数4针，将第4针和这个尖角的第1个引拔针缝合起来。注意缝合时都是挑花片靠近的一根线。这一段依次是2个中长针、2个短针和2个引拔针。如果找不准第1个引拔针的辫子，可以在顶端挑1根线即可。开头可以多缝1次。并在反面打结固定，然后一一对应挑花片靠近的1根线进行缝合。缝合时，线头可以边缝边藏好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缝完这条边剩下6针的位置，也就是缝完这个长针的位置。完成后，
从这个中长针开始，挑这6针的入针位置进行缝合。缝完后，距离这个带辫子的长针应该还有3针。如果剩余针数和我这里不同，可以在前面适当调整，确保花片整体不会缝歪。调整时可以在针数多的一侧适当跳过1针进行缝合，这样花片3的一条边就和花片1缝好了。接着对照示意图，应该要和第4个花片1缝一小段。取出对应配色的花片1，我用这个小样代替。这几个标记的长针都表示带辫子钩织的长针，将任意一个带辫子钩织的长针和这里对齐，从左侧相邻的一针开始，继续和这一片对应位置进行缝合，同样是挑靠近的一根线，缝7针。也就是缝完这一针的左侧第3针。完成后，取出对应配色的花片2，继续从左侧相邻的一针开始，将花片2的任意一条边对应缝上去。注意，结尾6针要穿入这几针的入针位置进行缝合。如果缝合过程中线用完了，可以重新取线继续缝合。并将2个线头在反面打结固定。线头继续边缝边藏好。缝完后，同样应该和这个长针间隔3针。
接着应该和第二个花片一缝一小段。我同样用小样演示，并且标记的长针都表示带辫子钩织的长针。以后两个花片一缝合时，都只要缝7针，也就是带辫子的长针以及左右各3针。缝好后，继续取出一个对应配色的花片3，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这一条边缝完。注意斜边朝外。完成后可以发现，第一个花片一已经和周围的花片都缝好了。结尾这里可以多缝1次。最后在反面打结藏线。接下来需要将第二个花片一和其周边剩余的花片都缝合起来。首先从这个花片3开始，将这条边缝上去。注意缝第二个花片一时，要用第二个花片一最后一圈的同色线缝制。小样同样用线随机。从这个带辫子长针左侧第4针开始缝。缝完后，这里连接的地方如果还有缝隙，可以再缝几针固定。然后在反面打结固定一下。为了减少断线，将线从这7针过渡到另一侧。
然后和花片2这条边缝合。无论是花片2还是花片3，一条边缝完后都应该和这个带辫子长针间隔3针。同样，这里可以缝几针固定。确保没有明显的洞眼。现在我已经缝好了花片2的这条边。大家缝合时，如果遇到起立针，在起立针引拔的同一个入针位置进行缝合。接下来，大家继续对照示意图，将其余所有花片都缝好。每个花片1缝完其周边的花片后，结尾正常打结藏线即可。涉及到的情况，前面都已经讲解过了，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缝合。这样，花片缝合就讲完了。完成了花片的缝合后，接下来沿着外围进行钩边。下面我用这个小样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钩边都是在正面进行的。首先找到任意一条边，最左侧的花片1，找到这个缝合位置，右侧第2个带辫子长针，在这个长针左侧相邻的针目上接线。另一个锁针，然后从接线处开始挑针目，一一对应钩短针，一直钩完缝合右侧相邻的针目。完成后，在这个缝合的一针上挑针目，钩一个短针。接着到了花片3的位置，在顶端2个引拔针上挑2根线，分别钩一针。这一圈都是钩短针。然后在左侧4个针目上分别钩一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缝隙中钩4针。然后到了左侧一行，对照图纸，左侧一行要对应钩4针，可以先在这个入针位置钩一针，然后在这个缝隙中钩3针。完成后，左侧
是短针，挑边缘几根线，也就是这个入针位置，钩一针。继续在左侧2行的缝隙中，分别钩3针。然后在左侧短针上挑几根线，钩一针。继续在左侧2行的缝隙中分别钩3针。完成后，起针的线圈中钩一针。剩下的半边和前面对称钩织，也就是在左侧2行缝隙分别钩3针。然后在这个短针侧边钩一针。继续在左侧2行侧边分别钩3针。左侧短针上钩一针。完成后，左侧这一行缝隙先钩3针。然后在这个入针位置钩一针。继续在左侧缝隙钩4针。完成后，在左侧6个入针位置分别钩一针。完成后，可以核对一下针目，这样一个花片3的位置就钩好了。接着，在两边缝合的一针上，分别挑针目钩一针，中间7针一一对应钩一针。完成后，又到了花片3的位置，钩织规律和前面相同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这一段钩完。完成后，继续在这个缝合的一针上挑针目钩一针。然后挑针目一一对应钩织，一直钩完左侧第2个带辫子长针位置。遇到起立针，就穿入引拔针的同一个入针位置钩织。
完成后，剩余3条边的钩织规律都和第1条边相同，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这一圈钩完。小样中间省略了部分。钩完后，在第1个短针上引拔连接不断线。这样第1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2圈，对照图纸，先立3个锁针，对应第1个短针，再钩1个锁针，然后跳过1针，钩1个长针，1个锁针，继续每次跳过1针，钩1个长针，再钩8个长针。长针之间都要钩1个锁针，完成后相当于钩了10次长针，接着钩4个锁针。为了方便讲解，我们将钩好的部分看作一个组合，继续每次跳过1针，钩织这样的一个个组合，也就是下方每次间隔1针钩长针，钩10次。之间都要钩1个锁针。第10个长针钩完后，钩4个锁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将这一圈钩完。小样钩边每一圈中间都有省略，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。最后一个组合钩完后，在第3针上引拔断线。第2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3圈，钩之前来看一下织片，我们将每条边左右第2个带辫子长针所对应的第2圈锁针大洞，以及左右相邻的大洞作为拐角锁针洞，也就是每个拐角都有3个锁针洞。大家可以用线头在每个拐角的锁针大洞分别做好标记。小样已经做好标记了，如果家里有记号扣，也可以直接用记号扣标记。全部标记好后，找到第2圈起始位置，在左侧第2个锁针洞接线，立1个锁针，钩1个短针，然后钩3个锁针，继续每次间隔1个锁针洞钩短针，再钩3次。
之间都要钩3个锁针。完成后，跳过一个锁针洞，左侧这个大洞属于拐角锁针洞，在这个大洞中同时钩11个长针。完成后，每次遇到这样的10个长针，都要从左侧第2个锁针洞开始，间隔一个锁针洞钩短针，钩4次，之间都要钩3个锁针。完成后，左侧锁针大洞不是拐角大洞，只要钩9个长针即可。也就是拐角大洞都要钩11个长针，其余都是钩9个长针。每段长针位置、钩织规律都和前面相同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将这一圈钩完。完成后，引拔断线。这样第3圈就讲完了。继续钩第4到5圈，小样已经钩好了。第4圈就是在第3圈第1个锁针洞中接线开始钩织。这一段长针针目上都要分别钩一个长针，之间都要钩一个锁针。第5圈，在第4圈第2个短针上接线钩织。这一段同样在每个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之间钩2个锁针。大家对照图纸将第2圈钩完，每一圈钩完后都要断线。钩完前5圈后，我继续演示第6圈。先找到第5圈第1个短针，在这个短针左侧第2个长针上挑针目接线。然后钩织对应针法，也就是每个长针上钩一个长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，一直钩完这一段倒数第2个长针针目。完成后钩2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减针。先在左侧这个长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穿入钩针，将线钩出，短针未完成针完成。跳过一个短针，继续在左侧这一段第1个长针针目上钩第2个短针未完成针，穿入钩针，将线钩出。2个短针未完成针钩好后，绕线，将线依次钩出。一个短针减针就钩好了。
再钩2个锁针。我们将钩好的部分看作一个组合。我再演示一个组合，先从左侧，也就是这一段第2个长针开始，在每个长针上钩一个长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，一直钩完倒数第2个长针位置。完成后2个锁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减针，也就是在这2个长针针目上分别钩一个短针未完成针，然后绕线将线一次钩出。完成后再钩2个锁针，又一个组合完成。接下来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最后引拔断线，继续钩第7圈，先在上一圈引拔的同一个入针位置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然后在左侧长针上挑针目钩一个长针，再钩5个锁针，接着挑这个长针针目下方左侧边缘一根线，同时挑后面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钩5个锁针，同一个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再钩5个锁针，同一个入针位置一个引拔针，完成后3个锁针，为了方便讲解，不算开头这个短针，我们将钩好的部分称为一个花，继续在左侧这个长针上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钩一个花，也就是先钩3个锁针，左侧这个长针针目上钩一个长针，5个锁针，接着挑这个针目下方左侧一根线以及后面的一根线，钩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钩5个锁针，这个入针位置钩一个引拔针，重复2次。
完成后钩3个锁针，又一个花完成。这一圈接下来每次都要在这样的长针上交替钩短针和花。每一段最后一个长针钩完短针后，都要钩一个锁针，然后继续从下一段长针开始，交替钩短针和花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钩完。钩完后引拔断线。所有线头分别在反面藏好即可。到这里，这款毯子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